你有没有过那种感觉，人生中某个星期，每一天都像一年那么漫长？也许是在医院走廊上焦急等待检查结果，也许是在加护病房门口彻夜守候，又或许是公司突然裁员，让你对明天感到迷茫，甚至发现最信任的人竟然背叛了自己。那种一周白天你还能勉强撑着，可一到晚上躺在床上，天花板仿佛压了下来，让你忍不住流泪。明天会怎样？我还能撑下去吗？这些问题像走马灯一样在脑子里转。如果你此刻正经历这样的一周，请继续听下去，因为2000年前，有个人也经历了这么漫长的一周。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背叛会来，鞭打会来，十字架会来，但他依然义无反顾地走进那一周，不是为了他自己，而是为了你。就像一位信主40多年的师母说过的，我只知道星期五钉十字架，星期天复活，中间那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其实不太清楚，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，我们知道十字架，知道复活，有你睡不着觉的话题，但星期一到星期六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很少有人完整的听过一遍。然而4本福音书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都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记录这短短的7天。马太从犹太人的视角，马可用记者般的笔触，路加则以医生的细密观察，约翰则通过最亲近的门徒回忆，这4个角度拼凑起来，画面才算完整。这一周都发生了些什么呢？星期一，耶稣走进圣殿，把所有兑换银钱的桌子都掀翻了。星期二，法利赛人设下4个致命陷阱，但每个都被他一句话化解。星期三，犹大在黑暗中走进了大祭司的府邸，用30块银子出卖了自己的老师。星期四，耶稣跪下来为门徒洗脚，随后在客西马尼园里汗珠如血滴般祷告。星期五，6场不公的审判，残忍的鞭打，荆棘冠冕，以及十字架上的7句遗言。星期六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那是最漫长的沉默。然后星期天清晨，坟墓前的石头被滚开了。这个故事从悲伤开始，穿越黑暗的深渊，最后迎来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反转。今晚请你闭上眼睛，让我们一起回到2000年前的耶路撒冷，一天一天的走过那一周。距离逾越节还有6天，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已经沸腾了。每年逾越节，平时只有4-5万人的耶路撒冷会涌入超过20万的朝圣者，他们从加利利、撒玛利亚、约旦河东，甚至远至埃及和巴比伦赶来，只为在圣殿中庆祝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期。狭窄的石板街道上挤满了人，卖羊的、卖鸽子的、兑换银钱的，到处都是吆喝声和讨价还价的声音，空气中混合着牲畜、烤饼和乳香的味道。但今年的气氛有些不同，人群中流传的一个惊人的消息，那个拿撒勒人耶稣，他竟然把一个死了4天的人从坟墓里叫了出来。拉撒路的故事传遍了整个耶路撒冷。约翰福音11章里记载，拉撒路是伯大尼村的人，马大和玛利亚的兄弟，他病了，而且病得很重。姐妹俩派人去告诉耶稣，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但耶稣没有立刻去，他在原来的地方又住了2天。当耶稣到达伯大尼的时候，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。在犹太人的观念里，这个数字很重要。当时的拉比们相信，人死后灵魂会在身体附近停留3天，但到了第4天，灵魂就彻底离开了。也就是说，4天意味着完全不可逆转的死亡，没有任何回来的可能。马大听说耶稣来了，就跑出去迎接他。他说了这样一句话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这句话里有信心，但更带着责备。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来呢？各位，你有没有对上帝说过类似的话？主啊，你如果早一点回应我的祷告，事情就不会变成这样。你为什么不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？马大的心情或许很多人都能理解。耶稣对马大说，你兄弟必然复活。马大回答，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，他相信复活，但那是遥远的将来，不是现在。然后耶稣说了一句改变一切的话，记载在约翰福音11章25到26节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，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耶稣没有说我知道复活的道理，
他直接说复活在我，他把复活从一个未来的事件变成了一个此刻就站在面前的人。玛利亚也来了，她扑倒在耶稣脚前，说了和姐姐一模一样的话：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接着约翰福音记载了圣经中最短却也是最深的一节经文，耶稣哭了。英文圣经只有2个字 Jesus wept。 他明明知道等一下就要让拉撒路复活，明明知道结局是好的，但他还是哭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看见玛利亚哭，看见和他一同来的犹太人也哭，他的心就悲伤又甚忧愁。各位，耶稣的眼泪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，他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神，站在高处说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中，不要哭。他是一个会流泪的神，在行神迹之前，他先分担了我们的悲伤。耶稣来到坟墓前，那是一个洞穴，有一块石头挡在洞口。耶稣说：“你们把石头挪开。”马大说：“主啊，他已经4天了，必定臭了。”但耶稣对他说：“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，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吗？”石头被挪开了，耶稣举目望天，祷告之后大声呼喊：“拉撒路，出来！”约翰福音11章记载，那个死了4天的人裹着布从坟墓里走了出来。各位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坟墓的黑暗中出现了一个白色的身影，一步一步从黑暗中走进阳光。马大和玛利亚冲过去，抱住了他们的兄弟。人群中有人跪了下来，有人捂住了嘴巴，有人放声大哭。这个消息像野火一样传遍了耶路撒冷。约翰福音11章记载，许多犹太人因为这件事信了耶稣，但也有人去找法利赛人，把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了他们。大祭司和法利赛人的反应是什么呢？约翰福音11章47到53节记载，他们聚集公会说：“这人行好些神迹，我们怎么办呢？若这样由着他，人人都要信他。”于是从那天起，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。面对神迹，有人信了，有人却要杀他。同样的事实，2种完全相反的回应。各位，这难道不就像我们的人生吗？上帝的作为摆在面前，有人选择相信，有人选择拒绝。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，耶稣做了一件所有人都没想到也预言过的事，他骑着一匹小驴驹从橄榄山上下来，走向耶路撒冷。门徒们找来了一匹驴驹，把衣服搭在上面，耶稣就骑上去了。这不是偶然的，撒迦利亚书9章9节500多年前就预言了：西安的民哪，应当大喜乐，看哪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。在那个时代，骑马是打仗的姿态，骑驴是和平的姿态。耶稣选择了驴，他不是以征服者的身份来的，而是以和平之君的身份来的。人群看见耶稣来了，欢呼声震动了整座山，人们把棕榈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，有人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铺在地上，孩子们骑在父亲的肩膀上挥舞着棕榈枝，人们大声喊着：和散那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但各位请注意一件事，这些高喊和散那的人群5天之后会喊出另一句话：钉十字架。同一座城市，同一群人，耶稣知道这一切，他全都知道。路加福音19章记载，当耶稣走到橄榄山顶，看见耶路撒冷全城的时候，他哭了，不是无声的落泪，路加用的词是放声痛哭。他说：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，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，叫你的眼看不出来。刚才在拉撒路的坟墓前，他为一个家庭的悲伤而哭，现在在橄榄山上，他为一座城市的命运而哭，一个是爱的眼泪，一个也是爱的眼泪。太阳开始西沉了，金色的夕阳照在圣殿的金顶上，整座建筑像燃烧一样发光。耶稣望着这一切，知道这座城市，这座圣殿不久之后就要被毁灭。那天傍晚，耶稣没有留在耶路撒冷，他带着门徒安静地走回了伯大尼。那条路穿过橄榄园，暮色渐渐降临，门徒们三三两两的低声交谈。偶尔回头望一眼远处城墙上开始亮起的火把。今天是星期日，欢呼声还在耳边回荡，但耶稣知道，明天开始一切都会不一样了。星期一早晨，耶稣和门徒从伯大尼出发，再次走向耶路撒冷。路上耶稣饿了，他看见前方有一棵无花果树，远远看去，
叶子长得非常茂盛。在巴勒斯坦，无花果树如果长了叶子，通常就表示已经有果子了。但耶稣走近一看，满树都是叶子，却连一颗果子也没有。耶稣对那棵树说：从今以后，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。马可福音11章有这段记载，门徒们都听见了。各位，耶稣为什么要对一棵树说话呢？这不只是一棵树的故事，这棵无花果树就像耶路撒冷的圣殿，外表看起来华丽壮观，每天都有献祭的烟升起，每天都有祭司穿的圣袍进进出出，看起来很属灵很敬虔。但里面呢？里面有果子吗？带着这个问题，耶稣走进了圣殿。希律王的圣殿是当时世界上最壮观的建筑之一，工程持续了46年，用的是巨大的白色石灰岩，有些石块长达5公尺，屋顶镀了金，在阳光下像一座火山一样耀眼。圣殿分为好几层，至圣所、祭司院、以色列人院、女院，最外面是外邦人院。外邦人院是什么地方呢？这是整座圣殿中唯一允许非犹太人进来祷告的空间。以赛亚先知曾经记载上帝的话：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。这个万民就包括外邦人，这是他们唯一能亲近上帝的地方。但耶稣走进外邦人院的时候，看见的不是祷告的人，而是一个喧闹的市场，到处都是兑换银钱的桌子。朝圣者从各地带来的罗马钱币，上面有凯撒的头像，不能用来缴圣殿税，必须兑换成推罗的舍客勒，兑换的汇率高的离谱。一个穷苦的朝圣者辛辛苦苦攒了1年的钱来到耶路撒冷，在这里却被剥了一层皮。卖鸽子的摊位前也排着长队，穷人买不起羊，只能现养只鸽子，但圣殿里面卖的鸽子价格是外面的好几倍。你要是从外面买了带进来，祭司会说这只不合格，让你重新买里面的。各位想象一下这个画面，一个老妇人从加利利走好几天的路来到圣殿，她口袋里只有几个铜板，她想祷告，想亲近上帝，但她连门都进不去，因为外邦人院已经被商人占满了，吆喝声、羊叫声、鸽子扑翅膀的声音，根本无法安静下来祷告。这就是耶稣看见的。然后耶稣做了一件震惊所有人的事，他开始翻桌子，铜板和银币飞溅到空中，在阳光下闪烁，天平和秤砣摔在地上，装鸽子的笼子被打开，白色的鸽子一起飞向天空，翅膀拍打的声音和羽毛纷飞，羊群挣脱绳索，四散奔逃，商人们跌跌撞撞的往后退，眼上满是惊恐。耶稣大声说：经上不是记着说，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吗？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。马可福音11章引用了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的话。各位，耶稣为什么这么生气？不是因为有人在做买卖，而是因为3件事。第一，穷人被剥削了，那些辛苦朝圣而来的人，在上帝的殿里被当成了摇钱树。第二，外邦人祷告的地方被夺走了，他们唯一能亲近上帝的空间变成了嘈杂的市场。第三，信仰变成了生意，敬拜的外表还在，但里面只剩下利益的计算，就像那棵无花果树，叶子很茂盛，果子却一颗也没有。商人离开之后，圣殿安静了下来。马太福音21章记载，瞎子和瘸子来到圣殿里，耶稣治好了他们。各位请注意这个转变，之前这里是卖羊的、卖鸽子的、兑换银钱的，一切都是为了赚钱。现在耶稣把他们赶走了，瞎子看见了，全殿从一个交易的场所变回了一个恩典的场所。但大祭司和文士看见耶稣所做的这些事，听见孩子们在圣殿里喊和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，他们非常愤怒。马可福音11章记载，他们就商议怎样才能除灭耶稣，不是因为耶稣做错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他动了他们的利益和权威。傍晚，耶稣又带着门徒离开耶路撒冷，回到伯大尼。走在路上，门徒们还在回想今天的画面，飞溅的银币，满天的鸽子，翻倒了桌子。他们或许还不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，但他们感觉到了，有什么东西已经不一样了，一场巨大的冲撞已经开始了。明天早上，他们会再次经过那棵无花果树，到时候他们会看见，昨天还满树叶子的那棵树，已经连根都枯干了。星期二早晨，
耶稣和门徒再次从伯大尼出发，走向耶路撒冷。路上经过昨天那棵无花果树的时候，彼得惊讶地叫了出来：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。马可福音11章的记载，昨天还满是叶子的树，一夜之间从根部到枝头全部枯萎，树皮皲裂发灰，每天叶子都卷曲变成了褐色。耶稣对门徒们说：你们当信服上帝。然后他讲了一段关于信心的教导。如果有信心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也必成就。各位，耶稣不是在教一个魔术公式，他是在说昨天在圣殿里看到的那些问题，外表的虔诚，里面的空虚，被穷人的剥削，这些不是靠人的力量能改变的。只有真实的信心才能连根拔起那些看似不可动摇的东西。到了圣殿，第一波攻击来了，大祭司、文士和长老一起走过来，挡在耶稣面前。他们问：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谁给你这个权柄呀？他们指的是昨天翻桌子的事。这个问题是一个陷阱。如果耶稣说上帝给我的，他们就告他亵渎；如果耶稣说我自己的，他们就说他没有合法权柄。但耶稣没有直接回答，他反问了一个问题：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，还是从人间来的？他们互相商议，如果说从天上来的，耶稣就会问：那你们为什么不信他？因为约翰曾公开见证耶稣是弥赛亚。如果说从人间来的，百姓会暴怒，因为人人都认为约翰是先知。他们只好说：我们不知道。耶稣说：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一个问题就让整个陷阱失效了。第二波攻击更加狡猾，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联合起来，这两群人平时是死对头。法利赛人反对罗马统治，希律党人支持罗马，但为了对付耶稣，他们走到了一起。他们带着一枚钱币来到耶稣面前，问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问题：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？这个问题毒辣到极点。如果耶稣说可以，百姓会说他是罗马的走狗，背叛了犹太民族；如果耶稣说不可以，希律党人会立刻去向罗马总督告发他煽动叛乱，怎么拔都是死路。耶稣说：拿一个银币给我看。他们递过来一枚银币，耶稣拿起来问：这像和这号是谁的？他们说是凯撒的。耶稣说：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，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。各位，这句话成了2000年来讨论政治与信仰关系时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话。但耶稣的重点不在凯撒，他的重点在后半句：钱币上有凯撒的像，所以归凯撒。那么什么上面有上帝的像？创世纪记载，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，也就是说，你的生命、你的心、你整个人都是属于上帝的。钱币可以给凯撒，但你自己要归给上帝。第三波攻击来自撒都该人，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，他们搬出一个精心设计的逻辑问题：一个女人先后嫁给7个兄弟，每个丈夫都死了，复活的时候她是谁的妻子呢？他们觉得这个问题能证明复活是荒谬的。耶稣回答说，复活后的生命和现在完全不同，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不再嫁娶。然后他引用出埃及记，上帝对摩西说：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耶稣强调的是我是，现在是，不是我曾经是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已经死了几百年，但上帝说我是他们的上帝。这意味着在上帝面前他们仍然活着。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，而是活人的上帝。第4波攻击也是最后一波。一个律法师问耶稣，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？犹太律法有613条诫命。这个问题看似简单，但无论耶稣选哪一条都可能被批评。忽略了其他的，耶稣用2句话回答了：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申命记6章的话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，这是利未记19章的话。然后他说，这2条诫命是一切律法和先知的总纲。613条诫命被归纳成2句话：爱上帝，爱人。那个律法师听了之后说，夫子说的对，爱上帝、爱人比一切燔祭和贡献好得多。耶稣对他说，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。马可福音记载，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，4波攻击全部失败了。但耶稣并没有就此结束，他反过来对着文士和法利赛人发出了严厉的警告。
马太福音23章记载了7次，明着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7次，一次又一次。他说他们能说不能行，说他们关了天国的门，自己不进去，也不让别人进去，说他们奉献薄荷、茴香这些小东西，却忽略了律法中更重要的公义、怜悯和信实，说他们好像粉饰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。各位，这些话很重，但耶稣不是在发脾气，他是在伤心，因为这些人本来应该带领百姓认识上帝，结果却成了最大的障碍。说完7次有祸了之后，耶稣说了一句让人心碎的话。马太福音23章37节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审他的话语之后，紧接着的是爱的叹息。他不是在咒诅耶路撒冷，他是在为耶路撒冷哭泣。离开圣殿的时候，门徒指着圣殿的建筑对耶稣说：夫子，请看，这是何等的石头，何等的殿宇。马可福音13章的记载，门徒们还在赞叹建筑的壮观，耶稣却说：你们看见这大殿宇吗？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。这句预言在主后70年应验了。罗马将军提多带兵攻入耶路撒冷，烧毁了圣殿，金子被火融化，流进石头缝隙里，士兵为了取金子，真的把每一块石头都撬开了，一块石头也没有留在石头上。那天傍晚，耶稣坐在橄榄山上，面对着圣殿，门徒们私下来问他，这些事什么时候会发生？耶稣在这里讲了一段很长的末世论教导，最后用一句话总结：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什么时候来。马太福音24章的话。星期二是耶稣在地上公开教导最多的一天，从早到晚，从4场论战到7次警告，从对圣殿的预言到对末世的教导，这是最长的一天，也是最后一次公开教导的一天。夜幕降临了，耶路撒冷的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来。明天开始，耶稣不再公开说话了，因为接下来要来的不是言语，而是行动。星期三4本福音书几乎没有记载这一天耶稣做了什么。按照传统，他可能在伯大尼休息，或者在橄榄山上祷告。经过了星期一的圣殿洁净和星期二的密集论战，这一天异常安静，但安静不代表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在这个安静的日子里，有一个人正在行动，犹大，加略人犹大。犹大是耶稣亲手拣选的12门徒之一。3年来，他跟耶稣一起走过加利利的田野，一起坐船渡过加利利海，一起看见瞎子得医治，死人复活。他不是外人，他是最核心的圈子里的人，而且他负责管钱袋。约翰福音12章记载，犹大掌管门徒们共同的钱，耶稣把财物交给他，这代表某种程度的信任。但约翰也记载了另一句话，他是个贼，常常偷取钱袋里的钱。在这之前不久，发生了一件事，很可能成为了犹大做出最终决定的导火线。在伯大尼的一场晚餐中，玛利亚拿了一瓶极贵重的纯纳达香膏，打破了玉瓶，把香膏倒在耶稣的脚上，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。约翰福音12章的记载，那瓶香膏值300个银币，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1年的薪水，换算成今天的地值是好几百万台币。整个房间瞬间充满了浓郁的香气。犹大开口了，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0个银币分给穷人呢？听起来很有爱心，但约翰直接揭穿了他的真正动机，不是因为他关心穷人，而是因为他是个贼，他想把那笔钱放进自己管理的钱袋里。耶稣说，由他吧，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。各位请注意这句话，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。耶稣又提到了死。在门徒们都还期待他建立地上王国的时候，耶稣一次又一次地提到自己的死。对犹大来说，这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300个银币的机会没了。耶稣不但没有责备玛利亚，反而称赞了他，而且耶稣不断提到死和安葬这些词。犹大跟随耶稣3年，他期待的可能是一个政治上的弥赛亚，推翻罗马统治，建立犹太王国，而他作为核心门徒可以得到权力和地位。但现在耶稣说的全是死亡和受苦，期待落空了。
犹大的名字加略人，有学者认为可能和希卡里有关，那是一群激进的犹太民族主义者，主张用暴力推翻罗马。如果犹大真的有这样的背景，他对耶稣的失望就更容易理解了，他跟的不是他以为的那个弥赛亚。路加福音22章记载，撒旦入了犹大的心。那天晚上，犹大一个人走进了耶路撒冷黑暗的巷弄，他去找了祭司长和守殿官，和他们商议怎样把耶稣交给他们。路加福音22章记载，他们就约定给他银子。马太福音26章更明确的记载30块银子。30块银子，各位，这个数字在旧约中出现过。出埃及记21章记载，如果一头牛用脚顶别人的奴隶，牛的主人要赔偿奴隶的主人30舍客勒银子。也就是说，30块银子是一个奴隶的命价。耶稣的命在他们的眼中等于一个奴隶。更惊人的是，先知撒迦利亚在500年前就预言了这个数字。撒迦利亚书11章记载，他们就给了我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。这句预言后来在马太福音27章被引用，指出这一切都是应验了先知的话。各位，有人可能会问，犹大为什么只要30块银子？如果他真的只是为了钱，这个数目其实不算多，300银币的香膏都不眨眼的人，为什么只卖30块银子？或许钱不是唯一的原因，有些学者认为，犹大可能在赌一场豪赌，他可能想逼耶稣摊牌，把耶稣交到当局手里，逼他施展神迹，展现能力，建立王国。他可能没有想到耶稣会真的去死，但无论动机是什么，结果是一样的。犹大用自己的判断取代了上帝的计划，他觉得自己比耶稣更知道该怎么做。各位，这难道不也像我们有时候的样子吗？我们向上帝祷告，但当上帝的回应不符合我们的期待时，我们就自己动手了。我们觉得上帝太慢，你们觉得上帝太慢，我们觉得上帝的方式不对，我们的方式更好。犹大的悲剧不是因为他邪恶到无可救药，他的悲剧是因为他离耶稣那么近，近到可以触摸他，却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他。但有一件事必须记住，耶稣从一开始就知道犹大会背叛他，知道却仍然拣选了他，知道却仍然为他洗脚。直到最后，星期三的夜晚深了，耶路撒冷城里，犹大把银子藏在衣服里，而在伯大尼或橄榄山的某个角落，耶稣在安静的祷告。他知道明天晚上会发生什么。明天是星期四逾越节的晚餐，最后的晚餐。太阳西沉了，在犹太历法中，一天是从日落开始的，所以当星期四的太阳落下去的那一刻，逾越节就开始了。耶稣对彼得和约翰说，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晚餐，好让我们吃。他们问，你要我们在哪里预备？耶稣的回答很特别，他说，你们进了城，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，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，对那家的主人说，夫子说，客房在哪里？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晚餐。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上的房间，你们就在那里预备。路加福音22章的记载。为什么耶稣用这么隐秘的方式安排地点？因为犹大已经和祭司长做了交易，如果提前公布地点，犹大可能会在晚餐前就带人来抓捕耶稣。但耶稣要确保这顿饭能完整的吃完，他还有最重要的话要对门徒们说。一个拿着水瓶的男人，在那个时代打水是女人的工作，一个男人扛着水瓶走在街上，在人群中非常好认。耶稣连这个细节都安排好了。傍晚，门徒们聚集在那间楼上的房间里，长长的矮桌上摆着逾越节的食物，无酵饼、苦菜、迷浆状的果酱、烤羊羔、烛火摇曳。门窗关上了，外面是耶路撒冷的夜空。然后耶稣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愣住的事。约翰福音13章记载，耶稣站起来，脱了外衣，拿一条手巾束腰，又把水倒在盆里，开始洗门徒的脚。各位，在那个时代，洗脚是什么样的工作？是最低等的仆人做的事。犹太人的律法规定，即使是希伯来奴仆，也不需要为主人洗脚，因为那太卑微了，只有外邦奴隶才做这件事。但现在他们的老师，他们的主跪在地上，用手捧着他们布满尘土的脚，一双一双的洗。轮到彼得的时候，彼得说，主，你洗我的脚吗？声音里满是震惊。耶稣说，我所做的，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彼得坚持，你永远不可洗我的脚。
耶稣说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分了。彼得一听，急了，不但我的脚，连手和头也要洗。洗完了脚，耶稣穿回外衣，坐下来对他们说，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本来是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然后他说了一句新的命令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。吃饭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，擘开递给门徒们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又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。路加福音22章的记载，饼和酒在逾越节的餐桌上，这些食物原本是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的，但耶稣赋予了他们新的意义。饼是他的身体，将要在十字架上被擘开，酒是他的血，将要为立新约而流出。门徒们接过饼和酒的时候，他们还不完全明白这些话的意思，但几天之后，当一切发生了，他们会想起这一刻。原来那天晚上，耶稣已经告诉了他们一切。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让整个房间凝结的话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门徒们面面相觑，每个人都惊慌失措，彼此对望，不知道他说的是谁，一个接一个的问，主是我吗？约翰靠近耶稣，问他到底是谁。耶稣说，我蘸一点饼递给谁就是谁。他蘸了一块饼递给了犹大。约翰福音13章记载，犹大接了饼之后，撒旦就进入了他的心。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做的快做吧。犹大拿了那块饼，立刻就出去了。约翰福音用了4个字总结，那时候是夜间。犹大走出门的那一刻，温暖的灯火在身后，冰冷的黑夜在面前，他踏过了门槛，从光明走进了黑暗。饭后，耶稣带着门徒们出了城，往橄榄山去了。穿过吉伦西，来到一个叫克西马尼的园子。克西马尼是希伯来文，意思是榨油之地。橄榄在这里被压榨成油，今晚上帝的儿子也要在这里被压榨。耶稣对门徒们说，你们坐在这里等我，到那边去祷告。他带了彼得、雅各和约翰继续往里走，然后他对他们说了一句让人心碎的话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马太福音26章的记载，耶稣往前走了几步，俯伏在地，脸贴着冰冷的石头，开始祷告，阿爸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马可福音14章的记载，这杯是什么？不只是肉体的痛苦，不只是鞭打和钉子，那杯是全人类的罪，是与天父永恒分离的那一刻。耶稣面对的不是死亡，而是成为罪的那一刻。他祷告完回去看门徒，他们睡着了。西门，你睡觉吗？不能警醒片时吗？耶稣叫的是西门，不是彼得。彼得是磐石的意思，是耶稣给他的新名字。但在这个时刻，耶稣叫了他的旧名，因为此刻的他不像磐石了，而像那个老西门。耶稣又去祷告了，第2次回来，门徒又睡着了，第3次也是如此。路加福音记载了一个只有医生路加才会注意到的细节，耶稣极其伤痛，祷告更加恳切，汗如大雪点滴在地上。医学上称这种现象为血汗症，只在极端的精神压力和恐惧下才会发生，血管在压力下破裂，血液渗入汗腺和汗水一起流出。各位闭上眼睛，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月光透过橄榄树枝洒下来，耶稣独自趴在石头上，汗水混的血从额头滴下来，一滴又一滴落在冰冷的地面上。不远处3个门徒在打瞌睡，全世界都睡了，只有他一个人醒着。第3次祷告结束后，耶稣站了起来，他回到门徒那里，说，起来，我们走吧，看哪，卖我的人近了。话还没说完，火把的光出现在橄榄树林间，犹大走在最前面，后面跟着一大群人，有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派来的差役，有圣殿守卫，还有带着刀棒的人。火把和灯笼在黑暗中晃动，刀剑反射着橘红色的火光。犹大走到耶稣面前，事先他和他们约定了一个暗号，我与谁亲嘴，谁就是他，你们把他拿住。犹大靠近了耶稣，说，拉比，然后亲了他。耶稣说了一句话，路加福音22章记载，
犹大，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？亲嘴在犹太文化中是门徒对老师表达敬爱的方式。犹大用最亲密的动作完成了最残忍的背叛。彼得拔出刀来砍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，耶稣阻止了他说，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？一营是6000人，12营就是72000天使，但耶稣没有呼叫天使。他选择了不使用他的能力，然后他摸了那个仆人的耳朵，治好了他。被抓的人，在治愈抓他的人，门徒们看见这一切，转身逃跑了，全部都逃了。马可福音记载，有一个少年人赤身踢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，人们抓住他，他却丢了麻布，赤身逃走了。很多学者认为，这个少年人就是马可本人。客西马尼园只剩下火把的光和被绑的耶稣。星期四的夜还没有结束，但那最漫长的星期五已经开始了。耶路撒冷的夜没有过去，星期四晚上从客西马尼园被带走了耶稣，门徒们四散逃跑了。黑暗中只剩下举着火把的兵丁和被绳索绑住的耶稣。那个夜晚还没有结束，星期五的太阳还要好几个小时才会升起，但大祭司的官邸里已经点亮了灯。耶稣最先被带到的地方是亚拿，不是现任大祭司，他是已经现任的前任大祭司，但却是耶路撒冷宗教权力的幕后掌控者。现任大祭司该亚法是他的女婿。根据约翰福音18章的记载，亚拿问了耶稣关于门徒和教导的事。耶稣回答说，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，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，为什么问我呢？可以问那听过我说话的人。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听了这话，打了耶稣一巴掌，理由是在大祭司面前态度不恭敬。耶稣没有还击，只是说，我若说的不是，你可以指证；你不是我若说的是，我若说的是，你为什么打我？天还没亮，第二场审判就开始了。亚拿把耶稣送到了他的女婿该亚法那里。该亚法的官邸里，公会71个成员已经聚集了，在凌晨他们事先就在那里等着。这代表这场审判从一开始就是预谋好的。各位，根据犹太律法，死刑案件必须在白天进行，被告必须有辩护人，宣判有罪之后至少要等1天再次确认，但所有这些规定都被无视了。凌晨没有辩护人，判决后立刻进入执行程序。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已经定好了结论的审判。假见证人一个接一个出来，但互相矛盾。马可福音14章记载见证人的证词彼此不合，审判陷入僵局。该亚法亲自站起来问耶稣，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吗？耶稣回答，我是。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这一句话成了致命一击。该亚法撕裂了自己的衣服，喊道，何必再用见证人呢？你们已经听见他说亵渎的话了。在场的人齐声喊道，他是该死的。请停下来想一想这个场景，你是谁？对这个问题如实回答了，而那个回答本身就成了死刑判决的理由，因为说了真话，所以要死。这是人类历史上真话成为罪名的唯一一场审判。这个时候，外面的院子里有一个人彼得。客西马尼园里所有人都逃跑的时候，只有彼得远远地跟着，他跟到了大祭司官邸的院子里，坐在火旁取暖。约翰福音18章特别记载了这堆炭火。后来复活后，耶稣恢复彼得的时候，也出现了炭火，同一个词，否认的炭火和恢复的炭火。约翰记得这件事，一个使女看见了彼得，炭火的光照到了他的脸。你也是跟那个人一起的吧？彼得回答，我不认识那个人。各位，你知道这句回答有多沉重吗？不过几个小时前，这个人还发誓，就算和主一起死也绝不否认。他甚至拔刀砍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。但现在面对一个使女的一句问话，他崩溃了。在刀面前很勇敢的人，在话面前却崩溃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另一个人说，你一定是他们中间的一个。彼得再次否认。第三次，好几个人围了上来，你的口音是加利利人。彼得起誓咒骂地说，我不认识那个人。就在那一刻，鸡叫了。路加福音22章记载了一个只有路加才记录的画面。鸡叫的时候，耶稣转过头来看了彼得一眼。正在受审的途中，正在挨打的途中，在那样的痛苦中，耶稣却看了彼得，四目相对。那个眼神是什么样的眼神呢？不是你为什么这样做，不是责备，
大概是这样的眼神，我知道你会这样，但我依然爱你。彼得冲了出去，失声痛哭。马太福音记载痛哭。各位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明明下定决心要守住的承诺，到了关键时刻却崩塌了。明明说我绝对不会回头一看，却正在做的同样的事。彼得的痛哭就是那样的眼泪，但请记住，耶稣早就知道彼得会否认他，直到却那天晚上还带他去了客西马尼园。我们跌倒的时候就知道的那一位依然在抓着我们不放。天亮了，犹太领袖们把耶稣带到罗马总督比拉多面前，因为犹太人没有执行死刑的权利，但到了比拉多面前，控告的内容变了。在公会里罪名是亵渎，但在比拉多面前，罪名变成了他自称是王，因为罗马总督对犹太人的亵渎罪毫无兴趣，他们必须把耶稣塑造成一个政治犯。比拉多亲自审问了耶稣。约翰福音18章记载，比拉多问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回答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是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。比拉多在这个人身上找不到罪。根据路加福音，比拉多3次说，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，于是他想找个出路。他知道耶稣是加利利人，就把他送到了希律那里。希律早就想见耶稣了，他想看神迹，但耶稣在希律面前一句话也没有说。路加福音23章的记载一句话也没有。各位，为什么只有在希律面前沉默？在亚拿面前他回答了，在该亚法面前他也回答了，但在希律面前沉默，因为希律不是真心想知道真理，他只是想看一场表演。耶稣不是表演者，对真心寻求的人他会回答，但对只是好奇看热闹的人他沉默。希律失望了，和兵丁们一起戏弄耶稣，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，送回了比拉多那里。路加福音记载，那一天希律和比拉多成了朋友，之前他们是仇人，但在戏弄耶稣这件事上，他们找到了共同点。比拉多拿出了最后一张牌，每年逾越节有释放一个囚犯的惯例，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，你们要耶稣还是巴拉巴？巴拉巴是一个参与杀人和暴动的囚犯。比拉多以为群众一定会选耶稣，但根据马太福音27章的记载，祭司长们煽动了群众。6天前高喊和散纳的那群人，现在高喊着另一句话，释放巴拉巴。那么耶稣怎么办？钉十字架，钉十字架。比拉多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，说流着一人的血，罪不在我，你们承担吧。各位，比拉多是坏人吗？或许他跟我们差不多，明知道什么是对的，却因为害怕而不敢选择，看见了真相却选了方便的那一边。洗手不能洗掉责任，洗手这个动作本身恰恰证明了他知道自己在做错事。你的生命中是否也有洗过手就算了的时刻，明知道是对的，却假装没看见？耶稣被交给了罗马兵丁，罗马式的鞭刑叫做弗拉格鲁姆，一根板木柄上系着多条皮绳，每条皮绳的末端绑着骨头碎片和铅块。被打的时候皮肉会被撕裂，背部、侧腹、腿部无一幸免。历史学家的记载说，很多囚犯还没有上十字架就被这鞭子打死了。鞭打之后，兵丁们用荆棘编了一顶冠冕戴在耶稣头上，那些荆棘的刺有5到8公分长，他们给他穿上紫色袍子，喊着恭喜犹太人的王，用苇子打他的头，向他吐口水。马可福音15章的记载。各位请闭上眼睛想一想，一夜没睡，在客西马尼园汗如血滴，被打了耳光，被吐口水，被鞭子撕裂了皮肉，荆棘刺穿了头皮，就这样他扛起了十字架。十字架的横木重约30到50公斤，耶稣背着这个重量走向各各他，他脚步越来越慢，他跌倒了。罗马兵丁从路旁的人群中拉出一个人，古利奈人西门。马可福音15章记载，西门是亚历山大和鲁孚的父亲，名字被记录在福音书中，代表后来这一家人成了初代教会中为人所知的成员。罗马书16章中出现的鲁孚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。西门那天早上大概只是路过要去办自己的事，突然被丁丁拉住，强迫他替一个陌生的囚犯扛十字架。他一定觉得冤枉，觉得愤怒，但那被强迫走的一步路却改变了一整个家庭的命运。各位，你的人生中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刻？
不是自己选择的，重担却落在了肩上。当回头一看，正是那个重担把我带到了上帝面前。上午9点到了各个他，希伯来文的意思是骷髅之地，在耶路撒冷城门外人来人往的路旁，罗马人故意选在人多的地方执行十字架刑，为了杀一儆百，钉子钉了下去。不是手掌，而是手腕，因为如果钉在手掌上，体重会撕裂长肉，身体会掉下来。罗马兵丁知道这一点，2只手腕和交叠的双脚都被钉了，十字架被竖了起来。十字架刑之所以残忍，是因为它不会让人立刻死去。挂在上面的时候要呼吸，就必须用被钉的脚撑起身体，每撑起一次，背上的鞭伤就摩擦粗糙的木头，每放下来一次，被钉的手腕就承受全身的体重，每呼吸一次，痛苦就重复一次。罗马人知道这一点，他们是故意设计的，尽可能长的受苦，尽可能痛苦的死去。在那十字架上，耶稣留下了7句话。第一句话是在钉子钉下去的那一刻说出来的，路加福音23章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。为正在钉钉子的兵丁祷告，为正在撕裂自己肌肉的人祷告。各位，有几个人能在别人伤害自己的那一刻为那个人求赦免？我们通常是事情过了很久，心情平复了，才勉强想到饶恕。但耶稣在钉子扎进去的那一刻就祷告了，在痛苦的正中间，在血流出来的那一秒赦免他们。而且他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自己钉的不只是一个人，而是上帝的儿子。耶稣连他们的无知都包容了。第二句话，路加福音23章，耶稣两侧各有一个强盗同钉十字架，一个强盗讥诮耶稣，你不是基督吗？救救你自己和我们吧，自己也在死，还在嘲笑旁边死去的人。但另一个强盗责备他，我们是自己做的事，得到应有的报应，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然后他转过头谄媚耶稣，弥赛亚，你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我想想这个人的状态，没有受过洗，没有奉献过，没有去过教会，没有服侍过，没有传过福音，没有读过经，一生都在犯罪，现在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剩下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，他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转过头看着耶稣说，求你纪念我。耶稣回答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今日不是明天，不是以后，没有条件，没有说你先做这个做那个，今日与我同在，这就是恩典，给不配之人的礼物。我们能站在上帝面前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耶稣做了什么。这个强盗是在十字架上第一个经历这件事的人。第三句话，约翰福音19章，十字架下面站的几个人，其中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。请从玛利亚的角度想一想，30多年前天使来找她，蒙大恩的女子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在伯利恒的马棚里抱着婴孩，逃到埃及，在拿撒勒看着他长大。路加福音2章记载，玛利亚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。第一次学走路的时候，第一次叫妈妈的时候，玛利亚都存着，但现在她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被钉子钉着，在流血，一个母亲站在那里看着。这世上有比这更大的痛苦吗？不能替他疼，不能替他死，只能站着看。耶稣看见了母亲，又看见旁边站着的门徒约翰，对母亲说，看你的儿子。对约翰说，看你的母亲。在临死的那一刻，还在安排谁来照顾母亲，背负着全世界的罪，却还在担心一位母亲的明天。在十字架上拯救全人类的那一刻，他依然是一位母亲的儿子。各位，你是否有远方的母亲，很久没有联络的父母？耶稣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记得母亲。中午12点，突然遍地都黑暗了。马可福音15章记载，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，整整3个小时，遍地都黑暗了，大白天却像黑夜降临。路加福音记载，日头变黑，天好像关上了，世界好像停止了3个小时。这3个小时里，耶稣什么话都没有说。第1句到第3句是在上午9点到中午之间说的，然后从中午到下午3点，在黑暗中沉默。这3个小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神学家们这样解释，全世界的罪正在被放到耶稣身上，你的罪，我的罪，
几千年前人们的罪，几千年后人们的罪，所有的一切都倾倒在这一个人身上，所以天黑了。因为圣洁的上帝无法面对罪，天父转过了脸。下午3点，3个小时的沉默被打破。耶稣大声喊叫，第4句话，马太福音27章，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各位，你知道这句话是诗篇22篇的第1节吗？3000年前大卫写的诗篇，那篇诗篇里有这样的句子，他们扎了我的手，我的脚，看得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。研究大卫的时代根本没有十字架刑，大卫写下了他没有见过的事，而3000年后在耶稣的十字架上，罗马兵丁真的分了耶稣的外衣，又为他的里衣研究约翰福音19章的记载。但在这句话里需要更深的去看第1句话，耶稣称呼父，到第3句话为者，都在与父的关系之中。但第4句话他喊的是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不是父，而是上帝。从儿子与父亲的关系变成了受造者与创造者的关系，从永恒与父同在的儿子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经历了与父的隔绝。那个痛苦不是钉子的痛苦，不是荆棘冠冕的痛苦，是为所爱的父离弃的痛苦，那才是十字架真正的痛苦。因为耶稣经历的那个隔绝，我们才不再被上帝离弃。第5句话，约翰福音19章，我渴了，上帝的儿子说渴了。约翰福音4章中对撒玛利亚妇人说，后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的那一位活水的源头说渴了。这是耶稣不只是神，更是完全的人在受苦的证据。嘴唇干裂，舌头发干，喉咙灼烧，耶稣也感受到了，所以他理解我们的痛苦。如同希伯来书4章所说，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。兵丁用海绵蘸了酸酒，绑在牛膝草上，送到耶稣嘴边。第6句话，约翰福音19章30节，成了。希腊文是 tetelestai， 这个词一定要跟各位解释， tetelestai 是当时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词。仆人完成了主人交代的工作时说 tetelestai， 您交代的事做完了。画家完成最后一笔时说 tetelestai 完成了。而最重要的是，还清债务时盖在收据上的印章就是这个词 tetelestai， 付清了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喊出了这个词，不再需要偿还，不再需要付出代价，债务消失了，结束了。各位，我们能站在上帝面前，不是因为我们善良，不是因为我们努力生活，是因为耶稣说了成了。我们还不清的债，他替我们还了。那张收据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写好了。第7句话，路加福音23章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第1句话以父开始，最后一句话也以父结束。第4句话中，他喊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经历了隔绝，但最后他重新称呼父，断裂的关系恢复了。那个隔绝不是永恒的，儿子回到了父的怀抱。耶稣断了气那一刻，根据马太福音27章的记载，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2半，这幔子是隔开圣所和至圣所的巨大布幕，至圣所1年只有1次，只有大祭司能进去，上帝所在的地方不是任何人都能去的地方。根据历史上约瑟夫的记载，这幔子的厚度有1个手掌宽，大约10公分，据说2匹马从2边拉都拉不破，但它裂开了，不是从下面，而是从上面裂开的，是上帝亲手撕开的，不再需要大祭司，不再需要1年1次。此刻任何人都可以来到上帝面前，这条路是耶稣打开的，用他自己的身体被撕裂的方式。站在十字架前的罗马百夫长目睹了这一切，这个人应该执行过无数次死刑，看惯了囚犯的咒骂、挣扎和哀嚎，但这个人不一样，他赦免了杀他的人，他给强盗应许了乐园，他把母亲托付给了门徒，然后他说成了，把灵魂交在了父的手里。百夫长开口了，马可福音15章，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，不是犹太人，是一个外邦的罗马军人。说出了这句话，在十字架下第一个认出耶稣身份的，不是门徒，而是处死他的军人。太阳要下山了，亚利马太人约瑟去见比拉多，求取耶稣的遗体。
约瑟是公会的成员，凌晨判耶稣死刑的那个议会中的议员，但路加福音23章记载他没有服从他们的决议。作为一个整夜被迫沉默的人，现在站了出来。根据约翰福音19章的记载，尼哥底母也来了。这是约翰福音3章中那个在夜里偷偷去找耶稣的人。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那个时候他在夜里偷偷来，但现在他在大白天来为耶稣办理葬礼。他带来了没药和沉香混合的香料，约100磅，打人的34公斤。那是王室葬礼才用的分量。2个人用细麻布裹了耶稣的身体，安放在一座凿在磐石里的新坟墓中。一块大石头被滚过来封住了墓门口。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看见了安放耶稣的地方。马可福音15章最后的记载，石头关上了。耶路撒冷最漫长的一天结束了。早晨是钉十字架的呼喊，中午是3个小时的黑暗覆盖大地，下午时圣殿幔子裂开，傍晚时石头坟墓关闭。那一天里包含了世上所有的冤屈、背叛、痛苦和孤独。现在星期六来了，什么都不会发生。最漫长、最安静的一天，星期六什么都没有发生。4本福音书中几乎没有记载星期六发生了什么。马太福音27章最后的部分简短的提到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去见比拉多，要求在坟墓前设置守卫。那个骗子还活着的时候，3天后要复活，万一门徒把身体偷走，然后谎称他复活了。比拉多派了守卫在坟墓上加了封条，并派兵驻守，这就是全部了。圣经记载的星期六就这么多。但各位，没有记载不代表什么都没发生，有些人必须度过这个星期六。彼得在哪里？凌晨3次否认之后，痛哭着跑出去的彼得，这个星期六是怎么度过的呢？一定躲在某个地方，门锁上了，不见任何人，耳边鸡叫的声音挥之不去，闭上眼睛就看见耶稣回头看他的那个眼神。我再也回不到主的身边了，大概这么想着吧。其他门徒在哪里？根据约翰福音20章的记载，门徒们因为害怕犹太人，把门都关上了。这虽然是复活后的记载，但星期六一定也是如此。3年来跟耶稣一起走，看见病人得医治，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，看见拉撒路从坟墓里走出来。但昨天那位耶稣被钉子钉着在十字架上，在我们逃跑的时候，3年的记忆在这一天全部崩塌了。我们是不是跟错了？是不是全完了？这些念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。玛利亚在哪里？看到儿子的遗体被放进坟墓的母亲，安息日，所以什么都不能做，想准备香料再去一趟也不行。律法不允许移动，只能在儿子死后的第2天，什么都不能做的度过。各位，你现在是否也正在度过这样的星期六？祷告了却没有回应的日子，感觉不到上帝是否存在的日子，昨天的痛苦还清晰如昨，却无法确定明天是否会到来的日子。星期五的十字架，至少还有事情在发生，虽然痛苦，但星期六什么都没有，只是安静。那种安静有时候更难熬。上帝沉默的时候，我们以为上帝离开了；祷告不通的时候，我们以为上帝不听；什么都不发生的时候，我们以为一切结束了。但各位，星期六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吗？我们的眼睛看不到而已。在坟墓里面，有什么正在预备？在石头后面，在黑暗中，在沉默当中，一件世界从未见过的事正在预备。上帝的沉默不是缺席，有时候上帝的沉默是他正在预备最大之事的信号。如果你现在正处于星期六，请记住，星期六之后必定有星期天。现在什么都看不到，现在什么声音都听不到，上帝却在石头后面做工。坟墓不是终点。星期六的夜深了，耶路撒冷沉睡了，门徒们锁着门睡了。坟墓前的守卫在打盹，没有人知道再过几个响会发生什么事。星期天的黎明要来了，天还没亮，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清晨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带着香料朝坟墓走去。根据马可福音16章的记载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撒罗米也一起。这些女人安息日一结束，就立刻准备好了香料。星期五傍晚，因为赶着安葬，来不及做好的事，他们要去完成。走在路上，他们在担心一件事。谁帮我们把墓门口的石头滚开呢？马可福音16章的记载，因为那块石头非常大，罗马守卫也让人担心，但他们还是走了，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，但还是走了，因为必须去。
因为要为所爱之人的身体抹上香料。各位，这就是爱，没有办法也去，不知道会怎样也走。问题看似无解，却仍然走向所爱的人。但到了那里一看，石头已经被滚开了。马太福音28章这样记载，发生了大地震，主的天使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滚开，坐在上面。他的相貌如同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。看守的兵丁吓得浑身乱颤，甚至和死人一样。女人们走进了坟墓，耶稣的身体不在了，只剩下细麻布。根据约翰福音20章的记载，包裹头部的手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，而是另外卷着放在一处。如果有人匆忙偷走身体，不会把手巾折好再走，这不是偷窃的痕迹，而是自己起来之人的痕迹。天使说了，马可福音16章，不要惊恐，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，他已经复活了，不在这里，请看安葬他的地方，他已经复活了。这一句话改变了人类的历史。女人们又惊又怕地离开了坟墓。马可福音记载，他们又发抖又惊奇，从坟墓出来就跑，恐惧和喜悦同时涌上来。但约翰福音20章记载了这个清晨最美的一幕。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其他女人分开后，又回到了坟墓前，她把空坟的消息告诉了彼得和约翰，之后独自站在坟墓外面哭。彼得和约翰确认了空坟就回去了，但玛利亚离不开，她一边哭一边往墓里看，看见2个穿白衣的天使坐在那里。女人，你为什么哭？玛利亚回答，有人把我主搬走了，我不知道放在哪里。转身的瞬间，有一个人站在身后，玛利亚以为是看园子的人。先生，如果是你把他搬走了，请告诉我放在哪里，我好去把他搬回来。那个人说了一个字，玛利亚。他叫了他的名字，不是女人，而是玛利亚，就像牧人叫自己羊的名字一样。约翰福音10章中，耶稣说，我按着名叫自己的羊，把他们领出来。那位牧人现在正在叫玛利亚的名字。玛利亚转过身来，用希伯来语喊道，拉波尼，我的老师。各位在心里描绘一下这个画面，星期五目睹了钉十字架，星期六在泪水中度过，星期天清晨在空坟墓前流着最后的眼泪，以为一切都结束了，但身后传来了叫自己名字的声音。你是否也觉得一切都结束了？祷告没有回应，努力也没有改变，失去了所爱的人，觉得再也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。玛利亚也是这样在坟墓前哭泣，但耶稣已经站在玛利亚身后了。玛利亚不知道而已，他或许也站在你的身后，只是你还不知道而已。复活的耶稣之后去找了门徒们，在锁着门躲藏的门徒们面前显现，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约翰福音20章，没有责备逃跑的门徒，没有审判否认他的彼得，先来找他们，然后说平安。几天后，约翰福音21章记载，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和彼得相遇，他生了炭火等着彼得。彼得3次否认耶稣的那天夜里也有炭火。同一个词，约翰是故意这样记载的。在否认的炭火前崩溃的彼得，在恢复的炭火前被重新建立。耶稣问彼得，西门，你爱我吗？问了3次，否认了3次，就让他告白爱3次。每次耶稣都说了同样的话，你喂养我的羊，不是丢弃否认的人，而是重新托付使命。这就是耶稣的最后一周。各位，这一周我们一起走过来了。星期天看见了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耶稣，听见了群众喊和散纳的声音。星期一看见了在圣殿里翻倒桌子的场景，听见了铜板落在地上滚动的声音。星期二看见了面对4波陷阱毫不动摇的耶稣。星期三看见了犹大用30块银子出卖老师的决定。星期四看见了洗门徒脚的那双手，看见了擘饼的手举起葡萄酒的样子，在科西玛宁园汗如血滴的祷告。星期五看见了鞭打、荆棘冠冕和十字架，听见了7句话，听见了成了那最后的呼喊。星期六经历了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沉默，然后星期天清晨听见了玛利亚那一声呼唤。这一周发生在2000年前，但也发生在今晚的你身上。你的一周现在走到哪里了？是喊着和散那满怀期待的星期天吗？是面对被翻倒的桌子而困惑不安的星期一吗？是正在寻找问题答案的星期二吗？
是被某个人背叛了的星期三吗？是正在和心爱的人吃最后一顿饭的星期四吗？是一切都崩塌了的星期五吗？是上帝沉默着的星期六吗？不管你在哪里，请记住，这个故事没有在星期六的沉默中结束。星期天的清晨一定会来，石头被滚开了，坟墓是空的，耶稣叫了他的名字。今晚在你躺着的地方，耶稣或许正在叫你的名字，请侧耳倾听，